距离莫斯科2500里的地中海上，2艘船在马耳他附近的海域碰上了猛烈的冬季风暴。很好笑，当时刮起大风暴，2艘船一直没办法碰头。这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第一次会面。老布什晕船，戈尔巴乔夫晕船，所有人都晕船了。在惊涛骇浪中艰难靠近彼此的另一边的戈尔巴乔夫，自上任起便推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他能挽救被冷战拖累的疲惫不堪的苏联吗？世界上2个最富权力的人即将在马耳他见面，这次峰会将改变历史前行的速度。因为此行，2人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结束冷战。1991年12月25号，被漫长的冬日黑夜笼罩着的莫斯科，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7下之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全苏联民众发表了他的辞职文告。苏联这个有着220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2洲的红色帝国，在没有任何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在这个帝国最后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巨人的倒塌？本周的凤凰大视野，我们将带您追寻这位昔日老大哥的最后记忆。故事要从戈尔巴乔夫说起。在20世纪的政坛，很少有人的评价能像他这般两极化。有的人把他看作结束冷战对峙局面的伟人，而有的人则称他是葬送苏联的罪人，共产主义的叛徒。不过在1985年，这个集体农庄管理员之子却是苏共高层元老们眼中唯一的救星。3月的莫斯科依旧寒风刺骨，红场上又一次站满了人。这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切尔年科的葬礼。从1982年到1985年，苏联已经有3位国家领导人、几位核心政治局委员相继去世，葬礼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人们轻车熟路地完成各项仪式，看上去并不过分悲伤。然而这次的葬礼却有些不同，看台上方和一众苏共元老并排站立的有一个陌生的身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天前，他刚刚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举为新一任总书记，这一年他才54岁。到80年代中期吧，苏联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全面的危机，前后有3个领导人都任期大概1年左右就都病逝了，就要换一个新的领导人。当时被称为是病夫治国。当时苏共的这些领导人，就是政治局委员们，这些老人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帝国快要完蛋了，必须要有一个年轻的领导人来执掌这个，来管理这个国家。3月11号这个中央政治会议的记录，现在这个记录解密了，解密上面就反一个东西，大家都承认，现在苏联已经到了一个死胡同。那么当时在会上首先推荐他的是元首格罗米克，他当时就说了他戈尔巴乔夫有几个特点，一个他说这个人呢，精力充沛；第2点呢，这个人才华横溢；第3点，他关系好，人事关系好。这位被寄予厚望的年轻总书记在葬礼上的演讲，让苏联人从料峭的春寒中嗅到了一丝改革的味道。他雄心壮志地提出了未来的前景，指出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办法。不过，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却是一个有如凝滞的血液般失去活力的老大帝国。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经历了整整10年的经济发展停滞，冷战思维、争夺霸权，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9%到20%长期被用于扩充军备，国内财政储备紧缩，维系民生尚且困难，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的施政方针始终是放在强国这个。强国家、强军队这个上面，先强国后富民，就要求老百姓勒紧裤带，
你今天勒紧裤带，5年以后我可以让你过社会主义生活。斯大林许诺过，赫鲁晓夫许诺过，那么许诺最厉害的就是布列日涅夫，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发达社会主义了，然后过几年我们就是共产主义了。这种许诺，都光有许诺而没有实现，所以这个严格讲，74年来啊，低层的最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重大的像许诺那样的改善，而上层的执政者改善了很多，可以说有些上层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或者说已经到了超共产主义水平，到了超共产主义水平，所以这样一个形成了一个大量的阶级分化和这个贫富的悬殊。到了80年代中期呢，这个在民间这个思潮也越来越活跃，党内的高层也觉得开始要改革，但是到底怎么才能改革？那么改革它突然就来到了。戈尔巴乔夫首先提出了加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总路线，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这条改革路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从1985年开始，严重下跌的国际油价导致苏联的外汇储备大幅减少了2/3。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亚美尼亚大地震额外增加了预算开支。那经济的改革不得，它有些个死点在哪儿啊？在那个旧的体制下，在这个旧的秩序下，在旧的那个管理人员的治理下，而这些管理人员又是旧的思维和旧的管理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想，那是改不动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出现预想，陷入了困境。你要了解，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吞没2个国家好几百亿了。想想看，这笔钱可以做多少事？老布什说出那句名言：“苏联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了。”我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握手，这句话象征着冷战的终结，这是重大的成就，它开拓了新的合作的可能。但是，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里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冷战结束了，戈尔巴乔夫期待着能在新环境下，为老态龙钟的苏联摸索出一条改革之路。然而，经济与政局的不稳，却让一个更大的潜在危机浮出水面。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已经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沙俄帝国从14世纪开始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对异族的压迫和奴役非常残酷。列宁曾经说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10月革命推翻沙俄统治之后，苏联在其成立宣言和条约里规定，每个民族都享有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是到了斯大林时代，这一政策发生了变化，各个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先后并入苏联。10月革命之后被打碎的俄国框架又重新恢复了起来。民族问题的紧张情势一直以来都是困扰苏共中央的隐忧。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让民族斗争愈发激烈。波罗的海的3个小国率先一试，撕开了苏维埃联盟的第一道裂痕。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脱离苏联。这3个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虽是小国，却处在东西方交通的战略要地，成为历代发达国家争夺的对象。1939年，他们因为斯大林与纳粹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划入了苏联版图。受制于联邦的政治经济体制，3个加盟国发展缓慢，认为自己成了大国强权下的牺牲品。
他们在苏联史书上都写的，这些人是自愿申请、自愿加入苏联的。但是他们自己过来说的，我们不是加入的，我们是被并入的。一个加入，一个并入啊，就反映了这个苏联这个和各个这些加盟国之间的两种不同的立场，所以他们一直不是很性感，所以一有机会总会出现问题。苏德条约签订50年之际，三国的100万民众手拉手组成了长达650公里的人链，以争取主权独立。戈尔巴乔夫不是倡导民主嘛，倡导这公开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由于是又做了平反工作，就给这个历史上被镇压的各种大案做了平反工作。其实这个事情，民族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在苏联被广大民众。联盟面临解体威胁，戈尔巴乔夫决定起草新的联盟条约，并且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走出了更为大胆的一步。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行政职务——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人民代表大会当选苏联总统，他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任。这次的会议同时修改了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多党制的大门就此敞开。一切都需要彻底改革。我意识到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也这么认为，但他比较赞成逐步改善和修正。他常常跟我说：“小心亚历山大，这个党是只猛兽，随时都可能失控。”这个制度已经式微，已经过时了。显然是因为其失败了，真的失败了。我想这个人并不像有人说的是隐藏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敌人，或是潜伏在准备有一天来搞垮社会主义这些人。我想不是的，他不属于这种人，他是想改，他接受了老一辈的要带去死胡同，但是他们最后没能做到，只能说他的改革的失败。只能说他这个人。无论从政治上来说，无论从这个思想意识上来说，或者个人能力说，他没有能够拯救苏联不败亡的这样一种能力，只能说他这个能力失败了。当然，可能他受到时代的掣肘。叶利钦呢，跟戈尔巴乔夫一样，也是地方上出来的，都不是这种在我们说像首都或者像列宁格勒这样的这个大城市政治和文化中心出来的，这也是当时苏联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他也不是典型的那种官僚啊，30岁才加入的这个苏共，但是他显然很聪明。1985年8月，刚上任的戈尔巴乔夫力荐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1书记，理由是此人改革意识强。叶利钦上任3把火：反特权、反腐败、反官僚体制，实行干部大换血，由此形象大振，成了人们赞誉的改革闯将。戈尔巴乔夫做第1书记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冲突，在那个时代，就是在80年代的中期后期，85年到87年期间就越来越激烈了。戈尔巴乔夫也并不傻，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叶利钦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有可能对苏共中央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后来把他革职了，让他做了苏共中央的一个建筑部的副部长，没有实权了。戈尔巴乔夫还是宽容他了，所以后来到现在，有人采访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当年他说如果我要采取他说苏联失败，如果怎么不失败？是有一条原因，当年我把叶利钦可以放到外国去做大使去，那就好一些。”我得承认，委任叶利钦是党内的共同错误。我们很仔细地讨论过。
1990年岁末，莫斯科政局的主动权掌握在两股势力手中，一方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他们希望苏联能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另一方是苏共内部的保守派，他们把苏联国内的混乱局面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夹在两股势力之间的戈尔巴乔夫此时还不清楚，一场政变已经在不远之处等着他了。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书记。他期待着能通过一系列改革，让生锈老化的苏联体系恢复生机，不料却把这个老大帝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到了1990年岁末，莫斯科的政局划分为两股力量，一方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另一方是苏共内部的保守派。戈尔巴乔夫在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与分离主义的夹攻之下，不得不投向了后者。他重新组织了一个强硬派班底，但是这个举动却换来了流血的代价，并且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境内的权力将大于苏联总统。6月16日，叶利钦宣誓就职，他被选为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现在莫斯科成为了两个对立方的阵地，一方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另一方则是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而后者背负着万千俄罗斯人的希望。戈尔巴乔夫对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与实验，引发了远超出他想象的大雪崩一般的效果，而他在外交政策上所遭受的批评也绝不亚于他的改革政策。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放弃了军备竞赛，减少了派遣支持东欧卫星国的部队，以裁减庞大的军费支出。苏联的政策渐渐明朗化，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决定冒险测试他们主人的决心。天鹅绒革命蔓延开去，苏联的卫星国在几乎没有发一颗子弹的情况之下，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一个个的垮台了。该帮助戈尔巴乔夫，但是未来难以预料。我们不能被绑死，我们应该为他的接班人保留一些余地。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当时大家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会倒台。他们宁可选择叶利钦。叶利钦是严厉强悍的领袖，非常有悖于民主精神。他们认为他管得住俄罗斯。戈尔巴乔夫试图带领俄罗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独立。这条路是西方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宁愿要一个严厉强势又听他们话的独裁者。如果7大工业国给了戈尔巴乔夫一大套经济、财政和信贷的援助，就不会有人想要发动政变。如果戈尔巴乔夫手握200亿的财政援助计划，他们根本没胆量反他，他们绝不敢这么做。当时我到的苏联好多党政机构根本就没有人了，就有一个人的办公室里把整个所有的图章，这个机构都放到他面前。他说你说吧，你要盖哪个图章，咱们盖哪个图章，就说人去楼空啊，一切就好像在悄悄的，他就没有了，而且呢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也没有人什么人起来捍卫他。本来被你当成是支柱，本来是被你当成很神圣的东西，他忽然就没有了。我当时也是在想，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会是想，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是一个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看到这个党忽然没有了，我会不会除了失落之外，我会不会要起来保护他，要去跟那些反对党的人做斗争呢？但是在俄罗斯我们看到的没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人心一变，其他力量都不行。如果要说苏联解体的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必须要敢于承认，就是苏联共产党这个党，它变了，它脱离了人民了，它违背了它自己原来的那个宗旨了，这是最核心的原因。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党。2次世界大战以及2大军事集团的对抗，都没能让苏联这个红色帝国土崩瓦解。
谁也想不到，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会在20年前的那个夜晚如此平静地从世界上消失。虽然苏联这个名字此后很少再被人提起，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却曾经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他们的父辈曾经陶醉在苏联电影、小说和音乐中，与苏联来的专家们一起工作，并将苏联视为中国的楷模。而这两个曾经亲如兄弟的国家，也曾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出现矛盾，陷入大论战，进而走向敌对的道路。这是一段纠结了猜忌、愤怒与惊喜的复杂记忆，也是一段值得我们今天再认真思考的珍贵经历。1949年12月6日，一辆满载着蔬菜和水果的火车悄然离开初冬的北京。它的目的地是当时的苏联首都莫斯科，而车上有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毛泽东。你知道毛主席一般是不怎么出国的，他通共就出国2次，第一次就是1949年到苏联去。还有一次是1957年，参加这个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所以他一生之中出国2次，2次都是到苏联。而就在2个月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刚刚成立。但是对我们国家来讲，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受到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势力的对我们的制裁，对我们的限制甚至总想把一个人民政权颠覆在摇篮之中。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称为他老大哥，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采取热烈欢迎、积极支持的态度。10月2号，苏联当时首先宣布承认新中国，然后呢，就建立了和中国的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一份中苏建交公报是在新中国成立2天后签署的，决议从零开始搭建全新外交框架的新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首先与一系列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后，毛主席以庆祝斯大林同志70寿生这个契机，访问苏联。实际上这次访问呢，是新中国诞生之后谋求苏联的理解和援助，以便我们国家今后如何长远发展的这么一个战略考虑。中国人一向将前苏联称为苏联老大哥，但也许有不少人并不知道，中苏2国走到一起看似一帆风顺，其实却暗含波折。新中国建国前夕，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大幕。美苏2国在2战中建立的同盟破裂，双方都想拉拢中国进入自己的阵营。而当时中国内战已经接近尾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较量即将分出胜负。在这东西方冷战逐渐升级，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针锋相对之时，如何对待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美苏2国都曾经举棋不定。我们知道，在1945年，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有一个条约，而这个条约里边有些内容呢，还是维护2战以后按照
雅尔达协定啊，维护苏联在远东，包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就是苏方啊，不是一开始就愿意放弃他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旅大、旅顺的驻军、中长铁路是不是要归还中国的问题。你看，我们新中国的领导人毛主席，最高领导人，他一下子走那么远，而且在国外待那么久，他大概一直到第2年的2月份才回来。毛主席就发脾气了嘛，不高兴了嘛。4号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中苏之间的那样一种亲密的合作的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个非常重要。最实际的结果就是中国当时在朝鲜战争上，在朝鲜和这个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有一个较量，那么苏联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所以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当然是以中国和朝鲜为作战的一方和这个美国联合国军为作战的另一方，苏联是给予中朝以战略上的支援。所以中苏之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度过了一段蜜月的时期。这蜜月时期就是以毛主席访问苏联，然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标志的整个的发展是很好的。我学俄文是从上高中1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开俄文，也就是1959年。因为当时在中国的北方中学里面没有英文，全部都是开俄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把俄文当作第一外语，也是唯一的外语。В чужбине свято наблюдаю родной обычай старины. На волю птичку выпускаю при светлом празднике весны.
大江南北一片俄文，作为一种对苏联老大哥的向往，对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钟楼上红星的一种向往。Я мог свободу даровать. 苏联的文学艺术，包括是电影，在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前，我们见过初期的几年，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这一代人啊，深有体会。苏联的一些主要的电影，我们立刻都翻译成中文，并加成配音。可是今天斯大林同志对我说，当前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守住城市。投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们的炮火和坦克已经包围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听到我的拳声了。那是很鼓舞人心、很鼓舞斗志的啊。那么反映和平建设时期的一些格调很清新，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啊，又塑造了很多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新人新形象，品质很高尚啊，人际关系很好。我带着些轻微的忧郁，把这个记在心里，因为他们给了我力量，使我的心投向火焰。这个为集体就处理公私关系上来讲摆得也很正，所以那些影片里面确实没有西方影片那一种很肮脏的淫秽的东西，格调很清新。那像那些苏联歌曲、流行歌曲，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曲，我从来没有去学过，但是它旋律就在我脑海里，那就是童年的时候你听过的歌，大概一辈子就不会忘记。仅仅从1949年到1957年这8年间，中国翻译苏联电影论著和资料等约2400多万字，出版了175种书籍，译制长篇艺术片206部。看过苏联电影的中国观众达到15亿人次。在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当中，中苏是友好的，是兄弟，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而且中国一直在向苏联学习。所以到了1953年的3月5号，斯大林逝世的时候，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最伟大的友谊》，就是讲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合作啊，这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啊。当时周总理还当时还中央还派了高级的代表团啊到苏联去参加这个调研活动。在斯大林时期，中苏关系总的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虽然我们对斯大林有些意见，但是还是维护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所以在斯大林在世，也就是1953年3月5日去世之前，中苏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厉害的冲突。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赫鲁晓夫开始所谓羽翼没丰满的时候，对中国的需要还比较多，在处理旅顺港的问题上，在处理这个中长铁路问题上，他比较还顾全这个大局。到后来慢慢以后，他脂肪比较硬了以后，有些做法呢就有些离谱。民间有这样一个话，说你想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俄罗斯；你想恨一个人，
也把他送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这个民族，它的民族性有很多极端的地方，好走极端。赫鲁晓夫本人，他是矿工出身，这个人的性格就暴躁，对，暴风雨，所以他在联合国可以脱下鞋来敲桌子。他可以的话呢，在参观洛杉矶的时候呢，因为洛杉矶市长在发言中对他稍有不敬，他最后拂袖而去，而且要离开美国。后来的话呢，下边的格罗米科当时是外交部长说，美国这些官员对我们不好，我们人民还是好的，我们去到人民中间，所以他就去不管这个当时的这个加州的这个州长，然后的话呢，就在这个大街上行走，最后人民还是像赫鲁晓夫，他说人民还是好的。那么在整个跟其他国家的交往中，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交往中，他也是采取了一种老子天下第一，我说了算。比方对美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和美国的合作对我们58年进门我们开炮，当时我们是出于这个牵制蒋介石，不是要收复台湾，那么赫鲁晓夫就很害怕，就很担心用武力来实施资本主义的稳固性，批评我们。那么这种做法跟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来交往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买他的账，而不买他的账呢，他这个本人的性格呢，又是好走极端。作为这么一个大国领导，你应当说不能够随便的骂人，他可以骂人。曾经参与起草中苏大论战关键文章的人民日报记者崔琦，在他的著作《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中披露，1955年刚刚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表面上与中国的关系友好，私底下却曾经向德国总理阿登纳表示，中国人很危险，中国人是黄祸。而在1960年，赫鲁晓夫甚至在华沙条约峰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应当说不能跟这个党与党之间这个拉破脸皮，他可以拉破脸皮，这就是一种性格极端。1962年中苏大论战开始的时候，中国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为25条。当时的毛泽东表示，这是要告诉苏联，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不是中苏会谈的基础，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斯大林在任时对于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王明的支持，以及将毛泽东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相提并论的做法，都令毛泽东心存不满。而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得力干将，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对斯大林怀着一种像对父亲师长般的深切崇敬。然而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一场席卷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风暴即将袭来。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份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剧烈震荡，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开始在东欧国家出现。中苏蜜月般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毛泽东的评价是：揭了盖子，又捅了篓子。本来20大的议程中间没有专门谈斯大林问题，那么他后来在一次在这个20大结束的一次半夜吧，临时但有准备的了，这一个为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当时苏联最大的对手美国，显然也已经嗅出在苏联内部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化。中央情报局就专门斥资100万美元，想要搞到这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斯大林是暴君，他称斯大林力排众议，采用高压手段，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把数百万富农强行流放到西伯利亚与中亚。由于措施不当，斯大林的农业改革造成多处地方出现饥荒，其中的乌克兰大饥荒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另一方面，斯大林在30年代所领导的所谓肃反中，对苏联共产党、
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和其他反对派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残酷清洗，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这个报告呢，对斯大林来讲，有人说叫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对斯大林错误的那种描述、形象的那种描绘，带有人身攻击这些东西，确实影响不好，引起很大的震动。所以当时毛主席最初的评价就是说，赫鲁晓夫把谈斯大林问题，一是揭开了盖子，那说明这是好事情；第二是捅了乱子。那捅了乱子呢，主要是认为呢，这么重大的问题也没有和兄弟党商量，把斯大林说的这个等于丑化斯大林的这样一种这种描述，是人们不能接受的。斯大林党这毛主席当时认为斯大林的功过是3七开比较合适，因为这个斯大林问题不是光是苏共一个党的问题，涉及到国际公约的问题，但也涉及到中国党的利益问题。毛泽东非常不喜欢赫鲁晓夫，因为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因为赫鲁晓夫推动了苏联的自由化或者是改革。那么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呢，赫鲁晓夫确实对中国是有那种大国沙文主义的这个态度，他也不喜欢毛泽东。关于斯大林的功过，毛泽东曾经评价是7三开，功大于过。在1962年到1964年的中苏大论战期间，中共中央起草的9评中，专门有一评是关于斯大林问题，表达中国对斯大林的看法。而让更多中国人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的是苏联修正主义这个名词。修正的原意是改正、修改使其正确，但是当时中国提出的修正主义概念专门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意味着它不是对错误的修正，而是对真理的修正。9评文章中的第5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2条路线，第6评2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第8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讨论的都是关于修正主义的问题。赫鲁晓夫20来的报告有很多的偏差问题，但是有一点，他认为世界战争、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断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的人民有很多的成就，所以苏联一直是并且正确为是应该给美国建立正常的和平共处的关系。那个时候，毛泽东不是周总理提出了跟聂鲁一起，印度内陆提出了互相和平共处的原则，就是苏联实际上是执行这些原则。我们是住在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有发展中的国家，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帝国主义的发达国家，有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你不愿意跟他们，这是早就提出了，列宁已经提出了，就是这些国家这些制度是应该用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学术上互相比赛。老百姓知道在这个比赛中谁得胜，就是老百姓就支持谁，不是战争问题。但是当时中国还是比苏联接近，比方说很有名的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的那个厨房辩论，那个厨房辩论很有名的。但是中国是以一种比赫鲁晓夫他有点气愤，是吧？因为他对那种美国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被他激怒了。他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厨房。但是当时在中国的这种官方的媒体、主流的意识形态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你们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完全是否定它。中国当时的主旋律，阶级斗争是斗争，可是修正主义呢，它是不斗争的，它是调和矛盾的。对资本主义思想，一定要展开无情的斗争。我是说苏联又在卫星发生了宇宙卫星
苏联有火车党，那不要打下来某个，那就不是很好了吗？那3亿人民牺牲了，没关系，很快就恢复了。这是毛泽东在莫斯科那个共产党会议上说的话，这是不是我国家？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现在中国这样不说，这个毛泽东的说法，现在恐怕中国朋友们也不以为是这个说法是正确。就是以共产主义这个阵营的这个大论战来看，当时中共对苏共的那个批判方向上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向美国示好的做法带来了冷战中的第一个缓和期，但却随着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而结束。1959年5月，苏联与古巴卡斯特罗新政府建交。赫鲁晓夫利用这个机会，将导弹运进了古巴，部署在美国的后院。危机步步升级，几乎触发了核爆。最后的时刻，肯尼迪与赫鲁晓夫达成了协议。赫鲁晓夫宣布同意撤回在古巴的导弹，而美国同意不入侵古巴，并秘密撤回土耳其的导弹。赫鲁晓夫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让美国从苏联的邻国撤出导弹的目的。这次事件被视为冷战的高峰和转折点，但也被赫鲁晓夫拿来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当时主张的那些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是吧？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可以和平竞赛嘛，哈。像这个，还有像这个赫鲁晓夫的这个全民党，就是苏联共产党，它可以向所有那些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可以敞开大门。这个是被中国痛斥的，就好像你因为共产党它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你这样就苏联，你这样做，你就好像就把这个共产主义政党的这个阶级性给它抹杀了，变成一个谁都可以来参加的政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虽然让新中国在建国初期能够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但是苏联老大哥的绝对领导者姿态却也让中国逐渐难以接受。随着分歧的加大，中国对苏联老大哥的无限敬仰转化成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而当初令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在中苏之间发酵成一场大争论。冷战初期，苏联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为了鼓舞人心，赢得与美国的竞赛，1957年11月6号，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在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也在2个星期后不甘示弱地提出了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合作社到大炼钢铁，中国的运动是一个接一个。但是苏联老大哥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决策一直持干预的态度，2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导致了中苏大论战的爆发。在1956年，周总理访问过苏联。他给苏联领导人那个时候是赫鲁晓夫，他当然就是加强俄罗斯和苏联和中国教育方面的合作关系。所以周总理说，中国的学生在苏联很多，可是苏联的学生在中国实际上没有了。我是对中国哲学很有兴趣。所以他们替我，对第一批的苏联学生到中国去的，我就是成了这个第一批的一个成员嘛。57年2月14号，正好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周年的，就是我们到了北京，老北京。老的北京火车站，那不是那个现在的很大的。那个时候就是中国正在发展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
毛主席说了是中国知识分子是笨的，应该向农民学哲学，道德平等，所以这些戏要下放。我说我不能留下来，我跟你们一起下放。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8大2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通过了第2个5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对农民，中国农民我非常佩服，他们很会克服困难，并且在困难中他们工作得很好，互相建立关系也非常人道的，互相帮助，互相关心。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对中国人民，我又不是书面的了解，我是住在中国农民的中间，并且他们对我非常好。他们不看是我外国人，本来是他们看是外国人，是什么苏联，说是苏联什么苏联老大哥，说你知道我都说我是23岁，可是你跟我说我是老大哥，怎么老大哥？我是小弟弟嘛。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东西？吃饭不要钱，在农村吃什么东西？3个月没有吃饭不要钱，可是过了不到2个多月点，所以在农村发生了供应粮食很多问题，缺乏粮食，所以我这个都看见了。所以我跟学生同学一起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本来我们到的是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变成了缓冲人民公社。我们在那里参加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运动，就是炼钢啦、土炼钢啦。我们生活环境生得很深，我是长在农村，我也知道对农村对种地有些基本的知识，所以我对同学们和老师们说，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农民不会欢迎我们做的事情，因为下面的盐要一定往上去，所以这个土地过几个月就不能用。那我说了，过几个月真是我说的对，所以这个土地都变成了白的，把这个企业农民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本来的非常落后的，非常落后。你马上把到社会主义水平上，就是任务开住了。这个任务需要长时间，所以中国人当然是有本就说是建立社会主义，中国要100年或者多一点，这个任务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个中间在牵扯到我们国内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一些做法，他不同意。赫鲁晓夫在1959年发表了一个关于检讨苏联在20年代建立农村公社的错误的报告。尽管这份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国，但还是激怒了刚刚开完庐山会议的毛泽东。
他接着去到布加勒斯特开会，利用罗马尼亚这个党代会对我们进行了围攻。围攻以后呢，双方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1960年，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党代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发表书面声明，指明批判了赫鲁晓夫。中苏两党在国际舞台的公开破裂，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是这样子的话呢，围绕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全面展开了论战。因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和苏联开始了那个吵架了，哎，这是真的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在1962年的6月14号，我们发表了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共有25条，而苏联方面也马上发表了致中共的公开信。接着，我们就针对他的公开信接连发表了9评。我们过去有几评，1评到9评，那么从当时那个文章我们看得很过瘾啊，特别是当时这个中央台这个一些著名的播音员给播，哎呀，我们觉得把苏联骂的是狗血喷头。那时候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广播电台以那种非常义愤填膺，而且是非常可以说是就是一种非常激昂的这个态度朗诵的很有名的一批文献吧，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文献，就是9评。没有考虑证据，就考虑啊，你说了我不好啊，那你也是不好，那就是好像那个在市场的两个女士说是你不好啊，那你更不好，那你说来说去就后来开始互相打，那这个也发生了，真报道就是了。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这次大会以来的经验。1962年9月，毛泽东在8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在中国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他谈到了反动阶级的复辟的可能性，警告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为了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开展以1942年到1944年整风运动模式为基础的延安式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也就是在这几年间，中苏关系走入了谷底。1964年10月，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进入高潮。与此同时，中苏大论战也在激烈的进行。就在这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突然发动戏剧性的政变，一举迫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最后，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叫10评。1965年秋天，毛泽东写了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最后几句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需放屁，是看天地翻覆。这成了当时国人皆知、讽刺苏联修正主义的名句。
因为就在赫鲁晓夫下台半年前，他在参观匈牙利一个工厂时发表演说，首次把福利共产主义概括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土豆烧牛肉是匈牙利名菜，赫鲁晓夫笑称，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可以经常吃到这道菜。谁料到，这道标志着福利社会主义的菜，因为赫鲁晓夫的关系，而被中国人批判为苏修菜。当时的中国，它是这样，就是凡是苏联的那些官方的大篇长篇大论的文章呢，他也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全文发表。他倒是有这样的胆略，我要批判苏联，但是我让你看修正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是很好的。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当然它是一种。它是无所不在的啊，它是带有一种灌输性的，但是当时是采用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一种比较民主的这个方法。但现在翻回来，我们再看这些文件，有很多东西话是说过了的，有很多东西的话呢，根据我们当时对这个社会和社会发展的观察，还是有一些偏激的地方。中苏大论战就是在63年开始的，到64年大概2年的时间，包括到这个九平全部都完成，但实际上呢。中苏的国家关系在1962年已经是陷入了最低潮，就是那个时候呢，苏联就撕毁了他原来跟中国是有援助的协定，有合同。1962年他就把这个协定就全部单方面他就撕毁了，他把在中国的专家全部召回，比方说每一个大的工地，苏联专家一夜就撤走了。那工厂的工人他当然都知道，只是他们不知道所有的这样的工地的苏联专家，包括文教领域大学的老师啊，全部一夜之间就全部都撤走了。而且当时中国实际上是经历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全国是饥荒，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但是当时苏联就要向中国要债。而那些债务并不是单纯的我借给你的一种债务，怎么说呢？就比方说抗美援朝，就朝鲜战争期间，当时苏联是唆使中国你出兵朝鲜，我给你提供军火，但是这个军火是要钱的，这个钱后来你看他到，我记得在60年代就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他逼着中国你要还钱，而且要还利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就把中国非常需要中国人民。在饥荒的情况下，把大量的粮食啊、猪肉啊作为债务的一部分运给苏联，但是这个情况当时老百姓不知道，但是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会非常愤怒。撤退专家，是吧？原来向我们提供原子弹样品，导弹样品后来要撤回。我们原来的那些个国防工业的计划，当然就受到影响了，但是没有停顿下来。我们的导弹、原子弹、卫星都搞下来了。当然，毛主席后来又很诙谐地说了一句话：我们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大勋章，因为他采取的那些措施刺激了我们的自力更生。9评中，第4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第7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第9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严重分裂。中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赫鲁晓夫的下台而终结，反而是愈演愈烈。社会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给苏联戴上的又一顶大帽子。那是68年，68年的8月。68年不是很有名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我本人从58年到62年底在捷克斯拉伐克工作了4年，将近4年半的时间。但是我深感到捷克斯拉伐克的生活水平比苏联要高得多。但是这种体制在捷克来讲人们受不了，所以一直想挣脱苏联模式对他们束缚。这个捷克斯拉伐克啊，包括东欧其他有些国家，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化的程度都高于苏联。二战以后呢，这些国家成立之后，苏联把它的这个高度集权的模式就移植到这些国家，实际上使这些国家经济上倒退，民主化的程度降低。
当时捷共的领袖杜布切克推动的这个，完全是在社会主义框架里面的改革，有点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没有戈尔巴乔夫走得那么远。但是苏联受不了了，就纠集了华沙条约的国家，从4个方向占领了捷克。那么那个事件对全世界的震动非常大，对中国的震动也非常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他就在这个公开的这个文宣、这个宣传当中，就把苏联定性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因为西方他就是把苏联称为是叫红色帝国主义。国际主义就是另人跟支持另外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解放运动，就是苏联对中国支持中国解放运动。苏联支持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苏联支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支持中国执行工业化，建立了很多巨大的工业，这个就是国际主义，这就是国际主义。苏联人民还没有从捷克拿什么东西，苏联花了自己的钱帮助捷克。什么叫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口头上社会主义，也再去说你讲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给他第一次戴上这个帽子，但戴这个帽子合适不合适？我想对他当时这个行为本身，对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这种行动，戴上这个帽子不算过分。但是如果把苏联这个国家的性质，整个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全部否认了，这个呢就有所过度。过去的林家兄弟因为意识形态的分化而渐行渐远，曾经的友好同盟变成了政治舞台上的敌对势力。中苏两国关系的巨变成为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与此同时，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兄弟采取的行动也加大了中国的不满。再加上两国之间一直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使中苏关系跌入了历史冰点。从60年代开始，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后来居上与强势扩张，使中美两国都受到巨大的威胁。1968年，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被中国共产党定性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中国也改变了联苏抗美的一边倒政策，逐步提出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中苏之间的裂痕随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内部的发酵日益深化。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此时已经燃烧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原本对中国人影响至深的苏联文艺作品，也成为了被打倒、被消灭的对象。我当时念大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都得把苏联的作品交出来封招，而图书馆的了一律不外借。个人有的话了，你比如说当时很笑话的是，认为看《安娜·卡列尼娜》，认为这是黄色小说。普希金的《致凯恩》这首出色的哲理诗，被认为是黄色诗篇，不予阅读。8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把索尔仁尼琴，可能这个作家您也知道，他的《古拉格群岛》翻译出来，是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他们翻译出来以后，最后写了一个很长的译者前言，意思就批判这本书，这是一个反共的材料，所以我们读者的话一定要说了，这个读的时候这个要小心，切勿上当。你可以说文革它就是一个大沙漠一样，只有一些革命的样板戏。四十五同志，你们辛苦了。我们奉命化妆侦察，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州，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座山雕的行踪。虽然我们关系非常不好，可是，在苏联人民，并且苏联官方在社会上对人民、对老百姓没有进行什么反华的宣传运动。
我们那个时候出版了鲁迅的选集，我们说了毛泽东的选集，郭沫若的选集，赵树理的选集，那个丁玲的选集，艾青的选集，我们把老舍的作品选集出版了。苏中也好，学会新老舍的座谈，就是在文化革命，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宣传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的好的传统，就是不是文化革命的那个时候传统，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并且官方的观点是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我参加了苏中友好协会，在文化革命没有一天停止他的工作。国际同盟关系的破裂，使得中苏双边贸易在60年代末急剧下降，两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针锋相对。而苏联日益加深的军事威胁，也使历史遗留的边界争端不断升级。根据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间的珍宝岛的归属，在整个20世纪没有定论。中国和沙俄以及后来的苏联都曾经声称拥有该岛的主权。1947年，苏联红军开始在此巡逻。然而，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绝不仅仅只是一场边界纠纷那么简单。珍宝岛事件啊，这是一个血泪教训。珍宝岛不到1平方公里，0.74平方公里，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按照中苏当时双方公认的，就是边界啊，应该以主航道的中心航线、主航线为界。珍宝岛啊，在中国这一边，但是长期呢被苏联方面所占有。所以当时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就有个主权归属问题。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它是一个窗口，是一个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窗口，谁也不愿意放弃。国家之间，他开始杀害了我们的人，我们回击他，最后，是吧？他装甲车来冲我们，我们后来组织力量去反击。这就是到了69年的春天，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中国是最危急的时候。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成兵百万，同时中国还要在南面还要再支援越南跟美国打仗。这个真的是处于一个南北夹击这么一种，就战略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这个局面。这个是我在那个时候在党中央工作，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着急，非常心里很不安，所以那个时候经常我们的领导人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中国想什么？到底毛泽东真的想跟苏联开战？我们只知道局势紧张，我们只知道战备，我们只知道可能明天要打仗，可能世界大战要爆发。俄罗斯很迷惑，他对于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很迷惑，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和所属很迷惑。当然，这是有很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关乎未来的关键性问题是，虽然俄罗斯拥有巨大的自然宝藏资源，不只有石油、天然气，还有矿产。俄罗斯也面临严重的人口挑战，因为它人口不足，特别是那些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那些地区又在俄罗斯的哪里呢？这些地区位于远东，
离开中国不太远，而中国的人口却一点也不缺乏。但是中国的自然资源却远逊于俄罗斯。那么，这将是引致中俄冲突，至少是关系紧张的长期根本所在。珍宝岛事件几乎将中苏两国推向战争的边缘，局势一度陷入10万火急。但在最紧要的关头，两国还是决定和为贵。于是，在北京的首都机场有了一场非常机密的会谈。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会晤。而这个消息首先是在香港的《大公报》上披露的。后来我们才知道的，这是周恩来让香港的《大公报》发表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当然就马上又会引起各国的注意，你们不是已经是快打仗的样子了吗？但怎么两国的总理突然又会谈了呢？那么这也是一个，就说明双方其实也都不想走到你死我活的这个地步。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和缓。那么经过中苏的中国关系最后确定，珍宝岛应该归还中国。但是这个武装冲突的本身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缩影，是两国关系恶化到极端的一个表现。用毛主席的话就是要摸老虎的屁股。为什么毛主席做了这件？看起来是为了建立跟美国正常的关系，给美国表征中苏同盟一条约是一个一张纸，这个一张纸没有什么，不值什么价值。所以69年的事件，我想就是后来1971年，或者从70年开始，毛泽东就在酝酿，他就开始接触斯诺，对吧？那是他少数可以畅谈这个大事的这样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实际上就在通过斯诺向美国方面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中美是可以合作的，合作什么可以对付苏联。这个形势大概就是，我想珍宝岛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件。中美能够在1971、1972年接触，是因为两国都认为苏联对两国都是威胁，所以当时两国政府的心里都认为苏联是重要问题。当时美国是想要避免苏联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我总是提倡更密切的美中关系，加强美中对话。因为当时美国是想，就是因为他同苏联那个不是关系比较紧张，互相之间就是他要想都是争霸嘛，争夺世界霸权，所以呢对那个苏联方面的有些事情也比较警惕的。他主要是想就是能够拉着我们共同反苏。因为中美关系的转变是冷战中的心理转捩点。第一次有两个跟苏联交恶的国家能够联手处理这个威胁。30年前的问题是在基本见解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种关系能为双方带来安全。乒乓外交使横在中美之间的坚冰被打破，美国政府方面的积极态度让中美关系迅速升温。在我个人的一生中，我把首次访华视为一个高峰，也许是我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这件事震惊全世界。当时中美不但是敌对国家，而且美台有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声称是全中国的政府，所以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想象美国会派层级非常高的基辛格访问北京。
1972年2月27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公报。中美的国务界是对苏联政策、国内政策起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对这个国务界评价的太重了。他们就是毛泽东说要备战，苏联领导人以为是中国真的向苏联进攻，所以苏联政府改变了一切国内发展的计划，停止了一切建设性的停止了一些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的计划，停止了什么建筑什么，一切的财政都为了巩固国防，为了巩固中苏边界。毛泽东调整了原先我们通俗的讲法，就两个拳头打人，形成了一个叫做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所谓一条线呢，从梅州、中国、南亚一直到西欧，这一条线对付北极熊，对付苏联。哎，这是真的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69年的事情影响了79年的中美建交，由后来才影响了89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战略的调整延续了20年。这里是位于莫斯科的新。我们知道这个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动作。那个之后呢，西方国家都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了。实际上是毛泽东去世了以后，对于我们两个国家就可以说是很大的障碍就取消了。可是还过一个时期，才这个过程开始真正的互相找互相了解的办法的道路。三个老人相继去世之后，双方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来改善两国的关系，但是有一个试探的过程。1979年12月27日，苏联以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推翻阿明政权为由，入侵阿富汗。这个事件又跟苏联入侵捷克一样，它对中国又是很大的事情。阿富汗就在中国旁边，就在新疆的旁边。那么，而且在60年代开始，苏联就一直在这个中亚地区，比方说在1962年曾经策动了大批的新疆的这个哈萨克人逃到苏联去。那你一入侵阿富汗，而且阿富汗后来就被苏联全部占领了嘛，那对中国就是一个威胁，对不对？因为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小平同志讲的，所以你要把3大障碍消除。改善关系要有条件，你威胁我的因素在，那我就很难改善关系。但是双方的尝试并没有因为这些障碍而中断。说到葬礼，因为当时的这个80年代苏联的葬礼又特别多，
不说特别多的话，差不多1、2年、2、3年他就有一次，这是很罕见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接二连三都是病人嘛。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于莫斯科病逝，在位只有1年零3个月。接任的切尔年科1年之后也在任上病逝。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他们2人的葬礼。我记得是切尔年科。那么当时中国政府派出去吊唁的，不是党，是政府代表团。政府代表团的团长是李鹏，李鹏当时我记得是副总理。那么李鹏副总理，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多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副总理到苏联去，他不是访问，他是去参加一个吊唁。但是在那次看来，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苏他在比较高的层级，副总理这一个层级，利用一些这样的就是本来不是外交的活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双方就开始接触了。包括邓小平也是下了决心，还是要跟苏联关系要完全的正常化。邓小平向苏联提出的3个条件是：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可是苏联自己也并不愿意在阿富汗，并且苏联人民绝大多数以为是苏联帮助阿富汗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一个任务，因为阿富汗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社会，苏联的军队不应该在阿富汗，让阿富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苏联军队离开了阿富汗。苏联领导人跟蒙古领导人交谈了，是不是中国要进攻不进攻蒙古？这好像不会进攻，所以也决定是把苏联军队从蒙古收起来。双方就履行了承诺，就中苏就是2个层面，一个是2党，对吧？中共和苏共，一个是中国和苏联这2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全面正常化。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作为新任苏共总书记，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第27届全会。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向他发出了访华的邀请。但是表现呢，好像是中国方面提出的邀请，并且这表现了我们是了解到了东方的一些礼貌。邓小平是老人家、老革命家，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表示他。我们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些材料，参考材料。说中国现在情况怎么样？邓小平到底是什么人？因为我们给他讲，你在中国，在中国的礼貌上，你是比较年轻人，你断掉老人家，就是表示你不客气了，你是不讲理的。所以你还是要听。后来这说，那戈尔巴乔夫这样做就是真的，他们说话很成功的。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对小平同志表现的是很谦恭的。是这样的，邓小平也说了很多他不喜欢的话，还是戈尔巴乔夫表示了耐心。他对老人家听了好，他听了以后再回答。我不管他这个人历史功过如何，就这个行为来讲来以后，表现的还是比较尊敬，对小平尊敬。邓小平说了很多话，当然戈尔巴乔夫有对这些话，我们有些看法是我们可以争论的，这是邓小平的观点。可是跟实际的情况，不是每个他的话是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他的主观的意见。可是戈尔巴乔夫耐心的听了以后，说是从大的目的出发，就是要改善我们的关系。当然他不放弃国家利益的原则，我们也不要他放弃国家利益的原则来谈判，我们也没这样，我们也很尊重苏联的，所以他那还比较勇强。后来他跟赵紫阳见面过，赵紫阳给他说：“你跟邓小平见面了，就是我们的党的关系也正常。”那么到89年5月份，这个
成功的标志就小平同志讲的8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使得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使得两党关系也有所从事的恢复。经过了将近30年的曲折，中苏关系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然而，仅仅2年之后，这个北方邻国就宣告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俄罗斯联邦和14个涵盖了从波罗的海3国到中亚突厥民族的独立国家。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从此改写。